马肉，这个不是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吃的东西吗？而且作为中国人，我一直都觉得马肉离我很遥远，像是几百年前的饮食文化。但是在日本，真的有几百年前的马肉店还开着的。总会有人说，人一旦吃过马肉之后，他就会优先选择马肉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所以我就搜到了这家店，在日本我能够找到最老的马肉店，1905年开业，那个房子就一直在那儿。すみません、ご飯2つお願いします。那不得去看一下？他已经开业120多年了，然后一直没关过。真的有那么多人吃马肉吗？すみません、15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这家店在吉原，继父太郎的妹妹当年就在这儿打工，菜单就是墙上这些了，只卖马肉。你要是吃不惯，还没别的吃。反正也没吃过，我把他们家这个全部点了一遍。好了，今天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菜就是非常重磅的生马肉，这个是生拌马肉，把鹌鹑蛋的蛋液裹匀就可以吃了。但它这个有照烧的调味，我还没尝出马肉的味道就吞了。马肉刺身的味道就很清晰，入口是非常清爽淡雅的感觉，蘸不蘸酱油都可以。然后嚼起来有点像鸡肉，有一点点接近鸡的鸡脖子。接着是煮的马蹄筋，我本来以为马肉是那种狂妄外放的味道，但它越嚼越清甜。那我们还是加一点六婆吧。这是马腿肉配海胆，有点像校霸和语文课代表谈恋爱，你以为是威逼利诱，但实际上两情相悦。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味道很配。然后是马肉牛排，煎马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，马肉纤维里面的脂肪很少，完全不像和牛，然后它也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坚果味道，也不知道它用的是肉马还是野马。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马肉寿喜烧。然后这一盘肉是2人份，22000日元。第一盘是纯纯的马肉脂肪，也是我觉得马身上最好吃的地方，吃起来像是轻盈版的鹅肝，肥油虽然会挂在你的舌根，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腻。接着就可以开始下马的里脊肉，切记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马肉千万不要煮太久。就这么一小小的一盘，不是马肉有这么贵吗？肉还有一点点饭粉就可以捞上来，我觉得裹一点蛋液会更嫩。好吃，6、7成熟的马肉就像肉棉花，牙齿一下去它就断开。马肉丸子也很好吃，它里面和的居然是黑芝麻，沙沙的口感。之后就是豆腐跟摩斯，还有一些假肉，这些就跟普通的寿喜烧没什么区别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盘炸马肉，看着很像锅包肉，但其实吃起来也很像。但就是它的里面可能会比锅包肉更软，说白了马肉就是更嫩，比起猪肉来说更好嚼开。然后我发现店里到了晚上就特别的有氛围，不愧是在吉原的店，有一种梦回昭和的感觉。总的来说马肉还是很好吃的，开了120多年的店还是有它的道理，但就是很贵。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卡维尔。神奈川，一个我深爱的地方，也是我在日本住的地方。来日本3年了，我也成了被神奈川浇灌的其中一人。你要说最早知道这个地方，可能还真是镰仓高校前，但是你一旦住久了就会发现，它不会成为你爱上这里的原因。但是要来神奈川的话，应该怎么玩呢？首先早上的体验和晚上的体验特别的重要。那我们就从早上开始。早饭我推荐在镰仓的有利多库多这家店，是一份很日式的简餐，很便宜。江之店会在你打鸡蛋的时候从你面前开过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打快一点。千年古都的早晨就这么从一只烤鱼开始。当然早餐还有别的选择，你也可以在沿海的比鲁斯看着海景，吃柔软的 pancake， 还可以在喜利乌斯酒店的70楼俯瞰着全市吃早饭。吃完早餐以后还可以在横滨的海边散散步。泡面博物馆一般会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，这里陈列着全世界各种有名的泡面。我们中国这边的代表是老坛酸菜面，居然没有泡椒牛肉。当然3楼还可以定制一碗自己的泡面，随便你画什么，随便你想吃什么味道，根据心情来就行。饿了还可以在这来一顿下午茶。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坐着江之店开始玩，每个站都很有流量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每个站都很值得打卡。海街日记、灌篮高手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倒数第2次恋爱，故事都在这停留过。特别是极乐寺这个站，大家应该巨熟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光是这个站的设计就很好看。还可以去逛一下商店街、变层田重建石街。果然这里的街道就是最接近日漫的地方。下午快天黑的时候还可以去逛一下长谷寺，夜晚的灯光和红色的枫叶，小情侣牵着手在那逛街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但是你要说横滨最美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晚上，因为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灯光秀。想象一下和喜欢的人牵着手在这个地方溜达，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。逛饿了的话可以在，这不是什么，怎么会有人饿这么快？但是别管，我就是想吃那个芝士芋泥和那个披萨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力气，也可以看一下江之岛的夜景。这个地方叫湘南的宝石，每天下午5点开始点灯，亮灯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震撼。你甚至还可以上到灯塔上面俯瞰整个江之岛。其实除了灯塔，岛上还有很多夜景都可以看。但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，也只讲了神奈川的1/10。这一次主要介绍神奈川可以在早上和晚上玩的景点，剩下的就等你们来找我玩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家烧鸟店也太奢侈了。当你的人生感到迷茫，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，就来吃烧鸟吧，我请你。又到吃烧鸟的日子。有些时候我也会想，我在日本吃过的鸡是不是已经可以绕地球1圈了？好多废话。今天是一家稍微有点逼格的店，可能是因为它的银座都是一些买不起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、18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てこう。第一个小菜是一碗反复强调从京都送过来的鸡炖的拉面。鸡汤面果然是拉面的最终形态。其实很多烧鸟店的第一个小菜都是鸡汤，然后上了一整份泡菜拼盘，这个可以跳过。第一串是外鸡腿肉，
可以挤柠檬，但是它会盖住炭火的味道。不过今天就是想吃清淡一点，所以我全挤了。他们家给盐给的特别足。哇，第二盘就是香菇，炭烤香菇特别的多汁，香菇里面渗出来的水都是鸡汤味。我真的很喜欢灌汤鸡心那种很绵软也很有嚼劲的感觉，再配上那个超浓的汤水，像是热恋时候的那种推拉感，还是恰到好处那种。灌汤鸡腿菇的那个口感，少女店里面唯一一个可以无限免费加的东西。你吃腻了，一定要来一口这个，就瞬间给你动力小子扎一针。接下来是他们家比较高级的一盘半熟鸡胸肉配海胆，这个搭配比较像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的爱情，看上去好像很不搭，但是在一起又很和谐。好甜啊，海胆！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套餐里面独有的一个菜，黑提灯。他们家这个黑松露烧起来跟不要钱一样，不像那些餐厅扑面而来的汽油味，就它像晾了一碗汽油在你面前。而且他家这个蛋液特别的浓厚，卵巢部分的肉也很多，又有一点北极被煸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串算是比较好的提灯，黑松露拌蛋黄，巧克力坚果的感觉。然后是一个明串血干，它里面是半流动的干，那个胆固醇的味道很让人兴奋，像吃到了很滑嫩的鸭血，上面撒了一点特制的山椒，刚好把腻味压住。就是鸡身上的海胆，超级好的蔬菜，能活到多少岁我也不知道。接着是金葱鸡腿肉，就是葱大根加鸡的内腿肉，你一起嚼的时候就能尝到甜甜的葱油和鸡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它是一种蚝油的味道。然后是蛋黄拌手雷，它肉的里面加了紫姜末，还有藕粒跟紫苏叶，那个冲鼻的香气杠会被蛋液压住，很想刨一口米饭确认一下。它这个像我爸爸捏的那个丸子。然后是鸡翅，我一直觉得鸡翅的日语很好听 ，tebasaki。哈萨给用我的门牙去破皮的那个快感特别上头，那种外脆里嫩的层次感会清晰的传到你的牙龈上。它外面的皮好焦啊。然后是热量炸弹鸡屁股，在国内好像大家都不喜欢这个，它的日语叫崩鸡粒，非常的可爱，嚼开之后像是空口喝鸡油。它那个脂肪是一整个固体的那个状态。他家的鸡皮是那种软软油油的鸡皮，像是在嚼炖得很软的牛蹄筋。鸡皮和鸡屁股不一样，鸡皮的脂肪嚼不开。这一串是鸡脖子肉，曾经的最爱，脂肪其实挂了很多，但是吃起来还是脆弹脆弹的。然后最的主食是一碗黄金亲子冬，上面已经淋了一次蛋液，还又给你配了一个蛋黄，你一勺一定要咬上那个滑嫩的鸡肉，加蛋液加鸡蛋，还有一些带着酱汁的米饭，半夜来上这一碗真的特别的幸福。然后他们家还有个非常厉害的特点，就那个甜品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免费追加，像是我老家卖的那种黄豆粉红糖糍粑，特别的 game。今天说了好多个特别，还有这家店的大酱真的很好笑，他会一直问你吃饱了没，走的时候还不忘送你2个烤饭团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。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。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，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我们现在在2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还开了这么多年。对啊，加康大的那个行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我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，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，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了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酱一入口，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子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我没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跳跳糖，好神奇的口感。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味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3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他们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京都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Non te le plus 我